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我们现在玉华宫景区里面，前面去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玄奘、唐僧圆寂的地方，最后生活的地方。就这个地方，速成殿遗址，也叫速成院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看看里面还保存什么样子的。当年玄奘就是在这里面修行，大家可以看看，这也是在深山老林里面一样的，环境非常不错。这个地方我们常说四季如春，20度的夏天，我们常说20度的甘肃，这里也可以这样说，20度的玉华宫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，就是玄奘、唐僧住宿、礼佛和圆寂的地方。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去世，然后在这里修行，在这里翻译佛经的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现在只剩下这么多了，1000多年过去了。我们眼前看到有很多石窟，这石窟也是有由来的。我们来说一下，它这个速成殿也叫正宫，是玉华宫10殿5门中宏伟的建筑群的组成部分。玄奘法师在此翻译佛经期间，开凿石窟，雕刻佛像，潜行礼佛，进行了大量的佛事活动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8处佛龛，还有一个石穴，石穴就在那边，在右前方。我们去看看。哇，你看看这些洞窟大不大？这个跟那个洛阳龙门石窟类似啊，但是没有龙门石窟那么宏伟。这些就当年保存下来的石窟，1300来年了，可以看看。这石窟现在都没有佛像了，但是它里面呢有那个壁画一样的，可以看到。我们这里爬不上去，它雕刻着莲花、蒲罗树，还有一些浮雕，我们再找一找看看。这个外面的就很像啊，大家看看是不是？外面这些图案是不是有点像个佛像？像这些就是当年玄奘、唐僧住宿休息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，还发现一个东西啊，出土了一个文物，雕刻的太精美了。这石窟是8个，然后那边是一些洞穴。哇，太精美！等一下，我们用航拍看一下，走进去看一下这些地方大不大？玄奘可能当年就在这地方修行，就唐僧。我们往里面走一下。哇，太了不起了！这就是唐僧跟他的那个徒弟啊，一起弄出来的。可看看，你看看这个就明显是一个佛像的形状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所以它这个墙壁上有很多那个浮雕。这些人很多人留到此一游，这就过分了。你看看，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蒲罗树啊，这是一棵树。包括这些，你看看，这都是一些树、一些浮雕，还有纸简、那个立式，这些就是人呐、看看。一直往前走，前方危险就不要过去了。哇，这个洞超级大，那边是洞穴，我们就不过去看了。下面那里有一个玄奘的，就是唐僧的佛像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太了不起了。这个就是玄奘法师的那个雕塑，这个不应该是现代的。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吧？为什么会围起来？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玄奘法师受伤的地方，因为那个玄奘法师在这里修行，年纪也比较大了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唐高宗的时候，就公元664年正月初9的傍晚，玄奘法师从这个住的这里去那边石窟里面礼佛，不慎摔倒，
伤筋动骨一样的，因为年纪大，近期数日不见好转。后面呢，在这个速成院去世了。最后呢，就是在这个速成殿里面去世圆寂。后面呢，遵照他的遗愿，把他安葬在白鹿原那边。后面又迁移过一次。当时不见好转的时候，像那个这里的人向当时朝廷禀告，唐高宗得知，马上派御医过来。但是因为我们说路途可能遥远一点，从长安过来有点远，御医到了这里的时候，那个唐僧玄奘已经去世2日了。我们旋转站最后看一下，震撼吧？这个确实不容易啊。玄奘在这里其实居住的时间也不是很长，也是晚年生活嘛。这个等于也是在大山里面把它开凿成这个样子的。